今天给各位盘点一下二战期间德国陆军最成功的5款武器，以下排名无关强度，看看谁才是您心中的 Top 1。Top 5 MG42 通用机枪，该枪于1942年研发并服役，最初呢是作为取代 MG34 机枪而诞生的。其最大特点呢就是射速极快，每分钟射速高达1500发，可以说是二战期间射速最快的机枪。其可靠性和压制能力极强，并且更换枪管也十分方便，仅需要几秒钟的时间，一挺 MG42 机枪就能够牵制一整批敌军。盟军在面对这款武器时呢，也只敢趁着机枪手在更换枪管时发起突袭，攻打机枪阵地。该枪的实战性十分可靠，即使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，它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射击速度，并且由于该枪是气冷式枪击，在苏联严寒的环境下，一般连续发射500发子弹才会更换枪管。该枪使用大量的冲压零件，能够通过简单的流水线制造，其造价仅有 M34的70%，大大提升了该武器的生产效率。直到二战结束，该武器已经生产了近50万挺。但是该枪的缺点恰恰是由它优点带来的，那就是耗弹量极大，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，125发子弹就被打得精光。德军也因此不得不培养成了点射的习惯，不然在下了战场之后呢，后勤人员将会是他们最大的敌人。盟军对这款机枪是又恨又怕，而务实的美军则是在见识到这款武器的威力后，马上就派人进行了模仿制造，研发出了一款名为叫 T24 的通用机枪。毕竟打不过就加入嘛，也是一种制胜方式。不过最终该枪却因为子弹问题而不得不终止。Top 4 STG-44 突击步枪，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并且大规模装备的突击步枪，被公认为现代步兵史上划时代的成就之一。它使用的是 7.92 乘33毫米的短弹，非常适合单兵携带，在有效射程内威力足以瘫痪一名敌军，火力密度堪比冲锋枪，并且它还能够有效压制冲锋枪射程外的敌军火力点，其密集的火力也大幅提高了它的命中概率。其实早在一战期间呢，德国军方就意识到了毛瑟步枪和 MP18 冲锋枪在作战时的种种缺陷，因此花费了10年的时间，设计出了射程在500米左右、轻巧易携带的 STG-44 突击步枪。该枪于1942年11月开始批量生产，但就在设计方案交到希特勒手中时呢，却遭到了否定。该款武器的设计理念虽然先进，但必须使用新式弹药，无法利用原有的毛瑟步枪子弹。德国在战争中重新准备一套新的弹药系统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再加上大量的人员和装备都损失在了东线战场的拉锯战中，因此希特勒只能将其否定。不过德国军方比希特勒要更了解该枪的实际意义，也不可能放弃近10年的研究成果。他们以 MP43 为名，使得该枪通过了元首的批准，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生产，并且投入实战。在库尔斯克战役中， STG-44 突击步枪成功压制了苏军的波波沙冲锋枪和莫辛甘纳步枪，德国士兵都对其赞不绝口，一致要求增加它的生产量。希特勒在认识到该步枪的威力之后呢，亲自将其命名为 Stinger-44， 简称为 STG-44 突击步枪。德国军方曾经计划在1944年用这把枪取代步兵般的步枪和冲锋枪，但是最终却因为战争的失败和投降而终止了。Top 3 88毫米高射炮，它是二战中最广为人知的火炮之一，虽然是防空炮，但是却以打坦克出名。该武器由克虏伯公司设计，可以进行360度无死角射击，炮口初速达到820米每秒，最大防空射程为9900米，平射最大射程为15000米。在1940年闪击法国战役中，德军的37毫米火炮根本无法击穿马蒂达尔2型坦克的装甲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个高炮连的炮手却将88炮的炮口压低，向英军坦克进行了平射，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摧毁了敌军9辆坦克。该武器也因此一战成名，成为了隆美尔手中的反坦克王牌。在二战中，德军往往会将其预先布置在敌方坦克可能会经过的地点，当敌人进入1公里左右的射程距离后，88炮瞬间开火，2秒不到的时间就能将敌人坦克打出一个大窟窿。一个被俘虏的英军更是沮丧地表示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是88炮的对手。该武器也成为了德军装备数量最多的高炮，牢牢保护着德国本土的重要工业中心，使其在英美空军的轰炸下仍然尽可能地维持生产。Top 2 豹式坦克，
它是德军在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后，为了应对苏联的 T-34而研发的新型坦克。它采用了新式55度倾斜装甲和75毫米主炮，可以说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中型坦克之一。它的战斗权重约44.8吨，搭载的是梅巴赫12缸汽油引擎，最大速度可以达到55公里每小时。豹式的承载系统采用交错式陆轮连接扭力杆的设计，这可以说是二战中德军坦克最好的设计。该设计也被法国人用在了战后的 AMX-50重型坦克设计上。豹式的悬吊系统由前方的驱动扣链齿轮、后方的导轮和8个涂上橡胶的钢轮所组成。它更在每个摇臂中添加了2只扭力棒，作为其悬吊系统的另外部分。因此，豹式的造价十分昂贵，而且很费时。不过，这也为它带来了当时无可取代的越野性能。他首次参加大规模的战役，就是在1943年对苏联发动的库尔斯克会战。虽然在战争初期呢，豹式坦克曾经因为许多机械问题而退出作战，但是即便如此，剩下38辆完好的豹式坦克仍凭着自身强大的火力和优秀的防御，击毁了267辆苏军坦克。而且经过了这场战役之后呢，德国军方充分吸取了教训，改进了豹式坦克许多机械问题，这也使得该坦克成为了一辆可怕的战争机器。但是为了保证前线士兵的坦克不断挡，豹式坦克始终没有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。Top 1：虎式坦克，在二战期间最著名、最具传奇色彩的坦克之一，由亨舍尔公司设计。从1942年服役到1945年德国投降为止，该坦克一直都活跃在战场一线。德国成员都称它为无敌坦克。它装甲厚、火力强、射程远。主武器为一门88毫米 KWK-36L56坦克炮，能够正面1500米内击穿 T-34和谢尔曼的装甲，可以说是盟军坦克最危险的对手。在防护上，该坦克使用的是镍合金钢装甲，这是德国在二战质量最好的装甲钢。它的车体前装甲有102毫米厚，能够在正常交战距离抵挡大部分的炮弹攻击。但凡是能够在战争中击毁或者是击伤虎式的盟军坦克，人们都会尊称其为驯虎者。在哈尔科夫反击战中，装备有1个营虎式坦克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几乎是独立全歼莱波波夫机动军团。在一次战斗中，2辆虎式坦克向2公里以外的苏军一个坦克集群猛烈开火，当场击毁了16辆 T-34-76坦克。追击过程中又击毁了18辆苏军坦克，其威力巨大的火炮让有些中弹的 T-34坦克整个炮塔都被掀掉了。德军士兵将这一幕戏称为 T-34在向虎式坦克脱帽致意。尽管该坦克的机动性不好，但是呢，它在一些有经验的士兵手里还是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。不过该武器生产数量较少，并且参战时间也短，并没有对二战的最终结果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